实际坪数室内12.5坪，你猜猜建商隔了几房？都2房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猜，2房1厅。哦，没有3房，对不对？对，欢迎收看丹丹新家开箱。怎么看起来像工地？别担心，这是 before and after。你看，电视墙也搞定了，再来是我的闺房，装修好准备入厝。我特地找了草老师来帮我做烟供。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首先跟人家打招呼嘛，地神或是附近的地公来吃饭。假如如果你没有做这种也没有关系，你就去附近的土地公庙跟他讲一声。在阳台绑天马旗，这可以在这里唱青藏高原吗？是谁带来越过的呼唤？我觉得我会被投诉噪音扰邻。因为现在旁边那个现在大家在装修，所以你可以趁现在赶快走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对，然后一个人完成所有新家布置。我当时都是白天来新家整理，晚上再回松山睡觉，弄了好几天呢。然后是沙发进场，电视跟音响安装，长凳跟升降桌进场，再把一堆杂物都收纳起来，耗时半年收集素材，终于做出这支片给你看了。听说丹丹新居落成，今天就要以妹妹的身份来突袭她家。不可能再次，想不到吧？来喽！欢迎光临我家，走吧。这是我家，哎呀，这是欢迎鸠占鹊巢啊！今天我有请很多朋友来领住。上一集大家有看到我有放我新家的设计图，应该很好奇它实际上长什么样子。我家其实全幢大概21.65，扣掉公设的话，室内大概有12点多坪。因为我再把阳台扣掉，现场很多宾客啦，所以我临时就把海豚抓来帮我一起主持节目。想问一下丹丹，就是你家的风格是？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入睡的人，所以我家的设计，我是希望我回到家都不会受到干扰。待在这个空间，我希望可以待到昏昏欲睡。我家的颜色很单纯，看起来真是蛮白的，米灰的啊，看起来爱困的啊。这一集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在12.5的坪数里面，尽量做到看起来很宽敞。大家一起先来看一下我玄关的巧思吧。Go！ 旁边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是我的变电箱，我自己在外面做了2个挂钩。为什么会坐在这呢？因为那时候建商对讲机的位置其实有点尴尬啦。本来我应该要挂帽子的地方应该是在这。这个挂钩我是去 Hey 买的，大家会以为是这样拉开，但它不是，它是拍拍手，它纯粹就是我的挂钩而已，把它当做我的挂帽子的地方。原本一整面墙是应该要做涂料，因为预算不足的关系。大家都知道涂料很贵吧，所以就取消掉了。但是我地坪这边还是有保留的。这种它的优点好像说是抗刮吧、耐磨。玄关大概多大？1坪再多一点点。其实大家好像会在这里做一个鞋柜，我完全没做。对啊，我鞋柜小小的，然后我的鞋子真的很少，鞋柜就这样而已。你东西其实都蛮精简的。原则是什么？同功能性的东西只会1双的。对，白鞋、黑鞋、雨鞋、便鞋。这边呢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狗狗，因为我的小白狗过世了，然后我又念旧，所以就买了一只小白狗代替我的狗狗。因为我家狗是马尔济斯，可是这只其实是秋田带回来，它是秋田犬，但因为这只秋田犬长得一点都不像，因为它做的太像马尔济斯，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。这个苹果象征平安，对，这是我去青森买，它是一个手工的苹果，大家可以带来平安，都要放在上面。我觉得你可以放一些钱啊，因为就玄关有点招财的意味，对，招财的意味。去换50块硬币，新的把它丢进去，或是一些钱放在里面。以后大家那个宾客来我家，知道去哪里偷钱哦。里面，所以你不能放1000块。我们进去看一下浴室吧。浴室在哪里？找一下我家的浴室。浴室在哪里？好会演哦！这里是浴室哎，演的真好，你值得金鸡奖影后。我高中话剧社的。你是演女主角吗？超级不会演。那你帮我介绍一下我的浴室好了。标准的建商复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没有改。对，就是进来就是洗手台，对，然后免治马桶，对，然后干湿分离的区域这样子。对，而且它看起来其实也是蛮现代的风格的。蛮多朋友说它有一个商务饭店感。对，当初装潢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没急，因为要花很多钱。比较好奇的是哪些是你自己后来加的，因为你有加一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喜欢住饭店嘛，这是就一个饭店感的东西。它上面其实那边那个扩香的位置，原本是要让你放手机的，所以本来就有这一个。这整个卫生纸架是我加的，我另外还加了这个。免治马桶虽然说它就可以冲屁屁，可是旁边还是要加一个冲洗器。淋浴间要不要帮我介绍一下？里面你有加什么功吗？还是本来是这样？我放了一个架子，因为当初完全没架子，我怎么洗澡啊？那个架子可以让我放备品，
哦，那备品是什么呢？备品这个是比较限量，它是瓷器装的哦，然后它是多少钱呢？我忘记了。那个是饭店的合作款啊，就外面没有那个味道。然后你可以看那个有个白色板子，对不对？你们拿看看啊，湿的哈，它是刮水板。哦，对，这也是你自己加的吗？加的那个架子，它本身附了一个刮水板。这样刮水板就不用到哪里，就是要拿一个放在旁边这样子。而且你要吸在门上，什么也不好看啊。它直接就是做成一体，然后可以当挡板，拿起来是刮水板。超方便的，超聪明的。你是不是有装那个镀膜？我是贴膜，所以其实我不太需要刮水了。是不是完全不会有水痕？它不会有水滴在上面。对，没有水滴。这个东西啊，2年3年才需要换一次。然后这边呢，我在自己所有一个很满意的地方，就是它这个浴柜，它可以收非常多东西。我的卫生纸啊，我的一些什么乳液、保养品、沐浴乳不用的，我通通都可以放在里面。那我们就去看客厅吧。我们现在到你的客厅了。我的客厅呢，大家可以猜猜，这个房子买的时候，建商是隔几房？实际坪数室内12.5坪，扣掉阳台哦。对。然后你们猜猜建商隔了几房？来，大家下面留言。好像我印象中你说2房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猜，2房1厅。哦，没有，我知道了，3房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你说这个窗户跟这个窗户是2间。对，这个一扇窗就是。那它的墙面在哪里？它的房间在哪里？中间这一面是墙，把它隔开，然后深度大概到这里。现在你坐的这地方，沙发的一半这里是墙，所以客厅本来就这样。台北居大不易哦。有的人会说，你要留客房，朋友来才可以住啊。来，这个观念，你想想，你1年会有多少宾客来你家呢？对，真的，1年有12个宾客来你家，1个月1个人来住好了。那这样子，你让他去住1万块的饭店，1年是12万。可是这个房间，如果以双北的房价，一间房间要价值多少？你让他住20年，都还是绰绰有余。真的没有必要，不要留一间客房，真的没意义。你就是买了这个很好的沙发，因为它是非常的深嘛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请这一位185公分的吉祥物大大。很多人问我这个是男友吗？不是啊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对，女友，她是好闺蜜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它在上面，你看它的脚，这是可以当床的。有的人他其实比较小只哦，他在坐的时候没办法往后靠，再可以再把它往前拉，所以这个沙发还蛮舒服的。我觉得这样就够了，养环境都很舒服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买这么深的沙发吗？我不是不孝子啊、妈她坚持她想要睡沙发，所以我沙发的钱是我床铺的2倍哦。这么贵哇！你家这个风格该怎么形容呢？性能感风。性能感是什么东西啦？我跟设计师说，我想要一个在家里完全不被干扰的感觉，所以呢，他就尽量帮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，然后颜色是尽量不干扰，就是这种灰灰白白。对啊，那这样子整个视觉的焦点，它就落在这个沙发区，看到沙发就很想过来休息一下。哇，你家真的是很棒哎！但我很好奇的是，它看起来其实是方方正正的，那种圆圆像什么穿鞋椅啊、那个灯啊，你那个选物的标准是什么？你自己选的吗？还是设计师推荐？设计师他给我一些选物推荐，例如说像是灯啊，他都有画在渲染图上给我，但是我看过之后觉得可能太过硬汉，就没那么适合我，因为我觉得设计师可能还是把我当做比较男孩子喜好的消费者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不是藤木。他没有发现你真实的样貌。这些东西我就自己去选，可是我有一个原则，是我选完之后我会再给人家看过，因为我家就像你说的嘛，它的线条都比较方方正正。我后来选物的标准就是这些小东西是不是可以让它圆润一点，这样视觉看过去都会有一种圆满意境。穿鞋椅啊，圆的，我的灯圆的，无水扩香机啊也是圆的、啊，圆圆的，挂上面的小路通通都是圆的。那个房间的床头灯，它那个抽屉角都倒了圆角，对啊，我连砧板都有一点圆圆。哦，真的耶。对，那你选这些东西，你都是从哪里找到它们？其实有一些物件是我自己很久很久之前就想买的，例如说像是我的灯，那几盏 Frascalini 的灯，其实我已经看很久了。那我就想说，未来我想用在我家，那也顺利用上去了，我觉得蛮搭。还有那个啪啪的那个小铜灯，那个其实也看一阵子了啦。我就觉得，因为像我是0号嘛，完全就是你。对啊，所以用这个灯就是主人的意思啊。然后穿鞋椅这个牌子啊，这是一个台湾的品牌，包括它的灯，然后它的扩香仪跟它的连鞋把都。
鞋拔是从日本带的。哦，但他们看起来很一致。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就是不同地方的东西，你把它搭的好像他们是一套的。哦，对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的沙发、我的床头柜、我的床架、穿鞋椅，不知道该怎么去配色的时候，那你就都选跟你家主要装潢颜色同色系。像我的卧室，我没有做任何的柜体，要让它稍微有点层次的话，我当时是想好，我进去的时候最大面积的床头板它是最浅的灰，床头柜也是最浅的灰，干扰性降低，床具它的颜色会再深一阶。最后就是我的窗帘布、窗框就会再更深，远远的它就不会干扰到我睡觉。对你这样整个由浅入深，你整个家其实都有一点点饭店的那种感觉。大家也知道我最喜欢住饭店嘛，所以一开始就是希望以像是住在饭店一样去规划我家。那你沙发这么大，后面这2颗是音响吗？对，这个是环绕音响，包括刚刚后面那2颗，一共4颗。然后我是买了一个 Sony 的环绕家庭剧院，搭配 Sony 的75寸的电视。对这个影音设备应该是很要求哦。对啊，然后顺便广告一下自己的节目，大家有没有继续去看一下我的 Vlog 也不错看啊，不要只看新家开箱嘛。我也会出现。对吧？因为这一次就是去帮你们过生日啊，2个 birthday girl。呀，我是很在意影音的，我有点懒得去电影院。那在家这样子有一个环绕剧院啊，有一个大荧幕看电视是很爽的。沙发电视的距离，它其实没有到很远，算是偏近的。有的人会觉得说要坐远一点才能看这么大荧幕，但我觉得这样才有沉浸感。所以不用担心，就买大一点的电视。你家墙壁放得下多大，你就买多大的。有哎，你这看得出来，加上音箱，你已经大到紧绷了。对啊，你们家不是也同一台吗？对啊，你现在看得爽不爽？好爽哦！下次要去拍你家给大家看。没错。然后这个边机跟那个长凳是同一个牌子，那我那时候会买它，就是它摸起来很温润，对啊，它就是实木的，质感非常好。我还有一个很满意的东西，其实是那一面钟。对，那个钟很漂亮。对，因为这个钟刚好在那个 spotlight 下面，然后它就可以反射出它上面的曲面，除了可以看时间之外，确实也蛮融入这一面墙。那是我自己挑的哦。而且你的衣柜有彩虹，可能要从那边拍吧。当初为什么会设计衣柜在客厅呢？我喜欢睡觉的环境完全不受干扰，所以我一开始就跟设计师说，我房间什么柜体我都不要。但是我其实不是只有一个，后来是做了2个。就算是看不到的衣柜，我通常也都会稍微整理一下。衣服还是很好找。我觉得重点是因为你的衣服量真的不多，所以其实很好整。那大家有发现吗？我的身高只有166，上面也坐到天顶上了。你们觉得我会怎么拿这个衣服？你拿得到吧？我怎么拿？垫脚，垫脚。我就跟你说，你缺双高跟鞋啊，你到现在还不去买？连他185拿都很辛苦了。对呀，真的有点难。我拿得到啦，这很难。来，我们这个有很轻松的方式，你就可以这样。哦，赞哦！我其实力气真的蛮小，它的5金很厉害，做的美甲也可以用。对啊，然后我里面有做灯条啦，会比较容易看到是什么衣服。像这个衣服，它就是最近很红的嘛，你只要穿这个衣服搭捷运，奇怪的长辈就不会来。没有啦，不要乱教。然后这衣柜里面啊，我做了一个宅直锁的远红外线防潮膜，它可以帮我整个衣柜都除湿，永远干爽。对啊，女孩子很需要啊，我是推荐你们，如果我需要之后可以研究一下，也要装一下，这个很好用。包包也不会发霉，你连这个珍贵的相册都放在这里，对，也不怕发霉。对，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热情大公开，就小时候的沙龙照。哎，丹丹小时候长这样，不可爱呢。好骚哦，从小挑对。继续来看这边这个柜体呢，就是我一些置物的柜，这边是我的厨房。那你们有没有好奇我冰箱藏在哪？是不是在这边？我好像印象是在这个地方，是吗？对，因为那时候大家来都要我家找2样东西，不是厕所。第2个要找冰箱。那厕所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录过了。小宅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把东西都一整体化，它才会视觉才会是延伸。冰箱藏在这里了，所以你是做砍入式冰箱，切入式冰箱，七安切入式冰箱，它就直接是坐在系统版里面了，就完全就看不到。平时喝的饮料都摆在上面了啦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煮饭人的冰箱长什么样子。你看有鸡蛋，有鸡蛋，一看就知道是会煮饭。所以你不会煮饭？我会煮饭。所以你不会煮饭？我下面还有冷冻柜，大家看一下吗？大家都说我没有煮饭，我要证明一下，我来煮饭好吗？你是有在煮饭，你不是随便什么冷冻。新鲜鸡肉。哦，你是有在煮饭的人。对啊。那旁边呢？这边看一下。电器柜吗？哦，厉害吧？上掀的。你知道这个东西当初要做丝带它是掀到90度，然后我不知道撞烂了几次我的额头。对，然后后来花大钱改了这个上掀的5金。这个真的很贵，可以问要多少吗？其实我不太记得那个橱柜厂商他们说他们一半我一半，然后这边就是另一半送我的微波烤箱。你看它这个可以空中微波，它是浮在上面的碗哦，这样子浮在上面嘛，所以底部的食物也可以加热到。像一般的微波炉啊，其实你下面这边的食物比较难热，还蛮好用的。
我都会拿它来烤东西。下面这个是我的高压锅，当初都有先安排插座了。我觉得大家要很了解自己的需求，这样设计师他就可以帮你设计的时候先把插座的空间留好。这种电器它是要专用回路的，不然你可能会有危险。真的耶，我听起来你整个家都很了解你自己的需求，你是规划很久想很久吗？我自己租房子的时候，我就都有想过我未来大概家里会有什么需求。然后我还蛮重视生活的，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有透过一个表单列给设计师了。对，然后下面这边是我的米柜啊，我的干货的柜子。哎，可是泡面好少哦，泡面好像少很多哎。全部都是我了，对，泡面少很多哎。然后这边是我的杯子柜、果汁机柜，然后这个东西这个电动的，它可以很轻松的开瓶。然后这边是我的调味柜，可以看我真的有在煮饭好吗？这么丰富，大厨看也知道我有在煮饭吧？有，感谢支持，帮他感谢一下。松露，然后专门给煎蛋用的酱油啦。这干货个是我跟我朋友他们家种了香菇，给他买，这个很厉害。上次那个有一集是开箱，他自己统包的那个2男1犬之家，他不是说他们家做香菇吗？后来我真的跟他买了。请问你平常都要这样跳着拿东西吗？对，因为我很矮。你没有小凳子，这个会是你入住之后稍微后悔的设计吗？太高了。不后悔，因为干货本来就很少用，而且加上我家的收纳很足够，真的会拿的东西我都放在低平面了，像我的调味粉料，那这个也是那个 Amber 他们特制的调味料，也是冲辣嘛。这个真的是超级赞。对啊，很好吃。然后这边是我煮饭的地方，还有一个隐藏式的抽油烟机。听起来很强大，它实际上抽油烟的效果好吗？做到它能做的，因为毕竟这还是有点距离。我平时都会用很高温去煎鸡蛋，就煎完家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味道。然后下面这边就是放一些我的餐具，这边也都想过了，就是我自己会用到的分量。这边我特别喜欢的其实是这对杯子，听这个声音，它很清脆，然后非常的坚固，然后它上面的图样我觉得很漂亮，很有京都的感觉。对，我是在那个京都买的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！这个是可调式的那个伸缩的，你就可以针对你的柜子的尺寸去伸缩它的尺寸。这个是在哪里买的？这个也是日本。这种东西其实你在台湾宜得利，我刚刚就想讲宜得利。对，这个筷子也是从日本带回来，因为我觉得日本蛮会做筷子的。很细吗？你可以拿看看它的手感，拿了你就会发现它不一样。真的，这边很细，然后很滑顺。这个筷子是我每一个宾客来啊，他们一拿到都会说你的筷子也不太一样。可是为什么他们会拿筷子？因为那一天要吃东西啊。可是你有没有在煮食物？有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它东西都很干净、很新？对，因为它都没有在用。你连这个餐具都有选过很一致化哎。对，那个日本的美浓烧，然后这边就是铁锅跟一些汤锅，然后我的沙拉碗。哇，连沙拉碗都很漂亮，充满质感的生活。这边是洗碗机。连洗碗机都是整个牵进去，你这个厨房应该是整个跟系统柜一起重做，对不对？厨房是移过位的，本来在衣柜的那个区块，那我就整个把它挪过来。建商给的真的是不太适合我啦，所以我就把它退掉，然后就换了一个很大的水槽，但这个水槽超大。有喂，它这个我整个手这样放进去哦，都可以。对啊，很爽啊，所以它很多种类。我推荐胡椒啊，就尽量买这种就是原粒的，然后再研磨会比较好吃。对，但我买这个是马果，因为它会有个淡淡的柠檬香，所以那用什么？来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什么？它是胡椒研磨器。对，把胡椒倒，然后就磨它。然后跟大家说要多少钱？那其实大家不要想它的价格啦，就把它当做一个摆件。我觉得是艺术品。真的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轻松简便的人，那其实就买电动拍。我不是说买这个是要给摆什么，是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那个磨胡椒的过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磨过胡椒，会咔哧咔哧的那个感觉很滑顺。所以意思说那个胡椒罐是你的法器，我所有的障碍全部都磨丢胡椒粒进去了，就是生活中所有的不顺利全部都变成你桌上的。那在那边做什么？这个是你的办公区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在演我在办公啊。平时办公的话，我有2个模式。这个地方我可以坐着办公，然后吃饭的话，我会改一个吃饭的高度。坐着坐久了，想要休息一下，我就会让它站起来。这样，所以你是会站着办公的。它升到这样子之后，站着办公刚刚好。那你也可以把它当 bar。如果有朋友到家里升高之后，大家在这边喝一点饮料。然后这边呢，有一个神奇的秘密，就是我花最多钱的灯，它是一个台湾品牌，叫喜德，有一个特殊功能，它可以这样子控制。哦，变了，好白。它可以变色温。
你看，像我要工作，如果我今天需要超亮，我就把色温改成这样。那我想要它看起来比较温和，就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就蛮温馨的。你这样挥一下，立刻改变你家的气氛。我也觉得这蛮重要的，因为现在像我们这种小宅，然后又要在家里工作的，你很需要切换情境，你没有办法有一个独立的房间，说我在这边工作。没错，对啊，所以你需要一个让自己放松的时候，你就把灯光切换。我也是住饭店的时候稍微有体会到这一点，然后把这个 idea 放到整个空间来。因为住饭店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好，它可能按一个钮就有情境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灯真蛮好的，但缺点就是贵，没有赞助，我都是自己花钱。还是我刚才把它那个牌子的名称去掉，付费解锁。想要知道我家里用什么东西的话，那就干脆在下面留言说，我想知道丹丹家里的设备清单，我就传给你。可是你可能要留 email 还是到我 IG 也有可能大家不会问啦。但是我不会讲价格哦，我就是把设备标上去了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会买到的价格不一样，到时候买贵的骂我，也有人可能买的便宜，然后跑上来呛我说，哈哈，我买的比较便宜。那你要介绍一下椅子吗？椅子的部分，这个椅子它本身它就有一个小小的凹槽，所以这个凹槽可以让你在坐的时候，它就会自然的让你的屁股有一点符合人体工学，因为毕竟是木椅啦，我觉得要久坐的话还是加个软垫。这个不是一整组的，这都是你分开去买的，椅子跟桌子全部都分开买的。这个坐垫，这去无印良品就有。椅子的话是一个日本的品牌，那就是从日本海运过来的。台湾专门进日本家具的家具店，就去跟他们买。我觉得它的价格跟日本算一算，好像是加上关税再收一点点手续费的感觉而已。桌子的话，它就是台湾品牌的升降桌，就是最常有网红开团购那个牌子。你可以开啊。我开这团购会有人跟吗？底下加1。那这荧幕在这里喝饮料可能会撞到，把它收进柜子里也可以，是因为我平时都是一个人。所以你都想好他的家在哪里了？对啊，而且你可以看哦，你现在从这边这样子走过来这样拍，其实刚刚沙发在看电视，但我这里看电视也是刚刚好。真的刚刚好对，你完全不用去把荧幕转向，虽然我电视有安排可以转向的设计，但完全不用。就是正的看电视，而且你看哦，我吃饭的时候我都坐在这里吃，把它改下来，那我就可以坐在这边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。那这边是我办公的椅子，我就是再买2张木椅，这个也是日本的，它是一个日本工业设计大师柳宗理设计的椅子。这张椅子它已经拍卖几十年了，那它的价格是？价格比升降桌贵1张吗？对，我的天哪！因为它这个木头它是弯曲的，片就是一体成型。那你后面的窗帘，这个应该是风琴帘吧？它可以上面也开，下面也开，但都没穿衣服，还是可以透光进来。而且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是它跟你家好搭哦，灰灰白白的，没有特别有存在感这样子，就是一面平面的墙这样子。你可以现在是稍微往后看一下。其实我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风水大忌，直接门一开就看到窗，开门见窗是非常不好的。阻挡的方式就是窗帘把它遮起来。对啊，因为你一开始就有说了嘛，你喜欢家里昏昏欲睡的感觉，对，性冷感风，所以太强的光进来，跟你原先的设计就不太一样。而且这会有一个好处，因为其实它是半透光的感觉，这样子光线还是可以透进来的。我如果把家里的光都关掉的话，它会有一些光线。Hey Siri， 出门喽！有光吗？有蛮明显的，有一点哈，那个灯不是智能的，对，但是是会透进来。Hey Siri， 早安。啊，可是他等一下会唱歌哎，我先把歌关掉。我家里的音乐配的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无印良品的空间音乐，他们有出他们的专辑，所以像这样子用窗帘把风水大忌挡起来，还有很多好处。那你的天花板看起来也是非常平整嘛，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，怎么设计的？我这边就尽量不做天花板了，它只做了薄薄一层，但是我这一边是做吊顶式的冷气，它是只帮我做外面管线这边把它挡起来，所以这样子我客厅的部分还是很高的。你降下来只有右边这一区，你是做吊顶式，就是完美的呈现你的性冷感风。那看到这样小小只挡这一块天花板，可其实里面藏了冷气，这里一台，房间一台，但这边还藏了一台厨师机，这里面还有全室厨师这样。我觉得住在双北的朋友们应该都要考虑一下全室厨师哎。如果你的厨师跟全热交换机只能选一台的话，我自己会首选厨师哦。做全室厨师，我求求你们。地板的部分呢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我那时候选的是什么？忘了看一下，我用的是超耐磨，颜色是白橡木。如果你已经做这个全室木地板，虽然它是超耐磨，如果你要进大型家电或是大型家具的时候，如果它的箱体或是它本身机体有很锐利的边角的时候，你还是要非常仔细的请安装人员要上保护，因为没有保护的地方刮下去，而且我的吸尘器还有灯，它会照下去上面都是伤痕，这么明显，就是它会有一种被划过去的感觉啊。我家可能会有一些铿铿锵锵的声音，因为邻居都还在装潢，如果大家有听到的话，就是包容一下。这个是我的垃圾桶。
这个垃圾桶我也是很满意，因为我那时候尽量挑一个可以让它引入装潢设计里面的。它的颜色也很近，然后质感也很近。所以很多人来我家也是找不到垃圾桶。这里面就是藏我的吸尘器，这就是一个中国品牌。我之前是都用 Dyson， 用 Dyson 我在倒那个灰尘的时候会乱飞，不方便。那这件事对我来说稍微有点不方便，我就看中它中央集成的机种里面比较便宜的我才买。它缺点是它最强的吸力其实就相当于 Dyson 比较中低阶机种的全速，要买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。如果你是需要很强的吸力的话，你可能要去现场试用一下，要考虑一下。然后电力的部分，因为这无线的嘛，我家大概12点多平，我全市这样子来回认真扫完吸完，大概还会剩30几趴。其他人呢都躲在我的房间里，因为他们不好意思上镜头。对啊，他们到底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？那我们去看房间。好，现在要来介绍这一扇隐藏门之后是我的寝宫，你的香龟。对。哇，天哪，对，隔壁还在装修，可能会有点吵啦。那你有发现我的卧室只有床吗？对啊，我正想问你这里都没有做什么，还是这上面有储物空间吗？没有，这个是当初的压梁，我们资料画面可以给你看。然后，所以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衣柜，因为我希望卧室的空间就是单纯的休息。然后床的话，我是选了一个 queen size 的，就是我长期就是一个蛮容易失眠的人，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床具大家真的要挑选自己会睡的习惯的，会去躺10几家吧。那你有被我抓去试躺，我们也去躺了一种很顶级的智能床。然后后来也去躺了，现在我买了这家的床。我认识这个人呢，20几年，他买东西是要3心2意的。可是那一次，因为我要躺床，我拜托他陪我去，我自己还在考虑，他就买，因为这个牌子它没什么品牌溢价，他们工厂自己直营的啦，在台湾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土城叫做纯粹棉。我后面这边房子最后的阳台，要叫他表演一下。Hey Siri， 把窗帘关起来。关起来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我指令设定颠倒了，把可以改。所以是可以来救我吗？我要怎么办？那个尖可以来救我吗？那这边就是我的阳台了。那我在那边加装了一个甜甜圈嘛，那个甜甜圈灯它是 IKEA 的，它蛮平价，对，推荐大家都可以，它不到2000块，非常便宜。那我为什么要装它？因为其实这阳台它原本附的灯，它是一个比较冷调的灯。那个灯，其实我觉得晚上你在那边晒衣服都觉得有点生冷，然后觉得有时候会害怕。晚上就是一个阴阴暗暗的感觉。但是自从装了这一盏灯之后，因为它是一个温暖的黄光，所以我每次一个人在这边晒衣服，什么时候都觉得还有一个温暖的能量。这个阳台我真的觉得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蛮大的。咱月子现在阳台小到真的完全不行。这边我觉得还是有我的小巧磁吸式的，很聪明的，还可以挂衣架，然后它就是吸在这个洗衣机上面。那这2个篮子呢，里面放洗衣球的，我洗衣球都用这个，然后一个是放我的夹子的，所以就很方便。然后它也磁吸的吗？对，这样子也就不会有灰尘。它这个洗脱烘做的蛮好的，没有要细细介绍它，大家不用担心没有业配哦。但是枕头我想要去谈看看团购，再表演一次。Hey Siri， 把窗帘打开。设定颠倒了，尖快来救我啊！它打开意思就是让它现在 work。然后智慧家居，我家做了几样，我做了窗帘、空调，然后还有灯控。那灯控这东西呢，它可以达成一些情境，主要是靠我的智能的开关。那智能开关就长像这样子，装上去之后啊，从此你就可以用网络跟声控来控制它。那这东西我家里做的是 Apple 的 HomeKit。你刚刚是谁在收你的音啊？2台 HomePod mini 都可以。啊，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，藏在这。大家都看不到，就藏在这。为什么要藏起来？看呢，它不是音响吗？这样也可以有声音啊。Hey Siri， 把音乐暂停。我刚刚一打开，它就想唱歌了，我阻止不了它。然后我是透过这种智能开关去达成这个目标，然后它可以做到几件事，像窗帘好了，我就可以设定说啊，我明天早上我9点要起床，那我可以把它设定8点半就让它自己打开。那这样子，你在闹钟响之前，你人已经先被光线照到，不太会赖床。我要睡觉的时候，好不容易睡意要来了，你的开关又离你有点距离，你只要稍微动大一点点，睡意就不见。但如果这个时候是用声控呢，我只要说 Hey Siri， 晚安，晚安。也太黑了吧！Hey Siri， 早安，早安。其实我觉得最理想应该是配个 Apple 的手表。那大家会好奇说，做智能家居会不会花很多钱？其实你唯一需要大量花钱的东西在于这个智慧开关。那我可以去淘宝买吗？当然也可以啊，因为中国也有做智慧家居。只是说因为这种东西还是牵涉到保固，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你也是可以去淘看看。因为我不喜欢这种网络的产品是中国生产，包括像我家里的 WiFi 分享器，我也是买台湾制造的哦。自己决定说你想要买哪里的牌子。我们可以回到客厅，然后准备稍微聊一下。
其实蛮好奇，你终于有自己的家，那你实际上从租屋到变成现在是房贷少年团，你每个月这样子的花费，包含房贷啊，或是管理费啊，甚至有没有一些隐形的支出，大概要多少？房贷的部分大概1个月要3万多块，也用新青安啦。管理费的部分我们这里比较便宜，目前还没成立管委会的状况下是预设1坪60块，停车的格子也要一个停车管理费吧。那这个是固定支出，那水电费另计嘛，看你花多少。对，那有一些隐形费用是，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买房子或是住进来，从租客转换成自住没有意识到的费用，就是你有很多设备的维护是需要花钱的，像是那我这里面藏了吊顶式冷气、吊顶式的除湿机，它的滤网啊，大概每1000小时好像就要清洁一次，就是要请人来清。像我家里有厨下式的净水器嘛，一些滤芯的钱要花，这些可能是大家一开始没想到的一些后续保养的费用。你找设计师这件事情，就是你要跟设计师来回沟通。那你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，大概花了多久？因为我的朋友群里面有一位是室内设计师，我当时其实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公司的设计师，我只觉得他们家好漂亮哦。那个漂亮就是他家极简，他很会藏东西，很会运用光影或是线条。我们唯一有沟通的就是他给了我一张表，那张表上面很明确的问了我所有我可能会有的生活需求，就不太有什么问题了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是他的那张表应该是他经过很多的经验去统整出来很多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是他想要请设计师，可他其实完全不懂他自己要什么。对啊，那我找的是陈设设计的设计师，完了他叫什么？我只知道他叫志坚，他姓什么？陈志坚。坚坚不要打我，我每次都忘记他姓什么。啊，因为你不会叫他全名啊。对，我就叫他坚坚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一起合作的设计师叫李冲南先生，他非常的尽责，然后很感谢他们2位把我家从设计到后面监工都做得这么细致，非常感谢。他说你家的墙壁不能用湿的抹布，他说有客人跟他反映说你用湿的抹布擦墙壁，做什么坏事全部都被看得一清二楚哦。记得要用你的很干的抹布擦你的墙壁哦。那海豚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？电视柜你没有做吗？很多人都会做，你现在也是觉得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我永远都不会做电视柜。我觉得不太需要，因为电视柜就会让我踢到啊。我刚刚介绍房间的时候，我没有特地介绍我的床架，我的床架跟我的沙发是用同一块布，选择用一块布把它包起来，就是我很容易踢到。你看我这边也撞到，我就是很笨。然后我就会踢到，然后我就会脚又受伤，头又受伤。我的音响后面都有墙洞，这只是一面墙，要不要猜猜我的东西？就在电视后面，完全没有。厕所啊，我们来看这里，机房都藏在这里。哦 ，PS5 网路，所以它线就这样过来就对了。走上面的天花板。我的电视柜如果坐下去了，我的房门会受限，一定不肯开那个位置。还有问题要问吗？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入住的样子，其实他也没有特别去收，也没有为了拍摄收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东西很少。那你觉得住了3个月之后也会长这样吗？就是或是东西越来越多，比如说有人送的东西啊，慢慢的满出来这样。我唯一困扰就是那些饼干，但因为那些饼干是因为有访客来才有，那接下来不会有什么访客了。我家太远了，没有人要来。来，我家远不远？好近哦。依照我对丹丹的认识跟了解，他其实不太会新增什么东西，他每次买东西他都要思考再三。你看他这东西就是只有这些，每样都精选。他只是说，我觉得会不会维持这样，是因为毕竟生活了，开始会有生活的味。东西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放回原来地方？我觉得主要是差在这里而已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一直都很勤劳，可以把东西都收好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但是有一些小方法可以帮助大家，不需要这么费心，就可以让家里看起来不乱。你的收纳要有一个定位，你必须要为你的每一个柜子去判定这个地方专门放什么。是，一旦你有这样子的逻辑之后，你以后你桌上当你有一堆东西，你就会知道它要立刻被丢到哪个抽屉里。如果你一直买，你最后就会没地方收，然后你家里就会开始乱。我就要买更大一点的房子了。如果可以不断买东西可以增进你买房的动力，那这样也是一件好事。有什么好奇的话呢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一定都会回答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遭骂，人红是非多啊。我上一集影片是在分享我悲惨的童年经历，骂什么？就按不喜欢影片，我看了其实还是会难过哎。我不少平台嘛，我有 IG， 有 Facebook， 有 Threads、TikTok， 然后现在又有 YT， 每天5个平台加起来大概有100多个人骂我。但是你要想有多少人喜欢你啊？对，应该要这样看。你不
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喜欢你，但是有的人会骂你，就表示你有你自己的风格了。你如果要做到一个什么人都喜欢，那你就是没有风格。所以有人讨厌你就表示你成功了，表示你有你的 style 了。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个，就是以妹妹的身份来说，很欣慰看到你终于有自己的家。那你觉得这个感受是什么？毕竟如果大家有看过上一集绅士的那一集，应该就其实我们姐妹俩从小就是有很多辛苦的事情，然后看到你终于有自己的家，你有什么样的心得？哇，这个是百感交集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一开始我们在买房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想说要跟妹妹一起住的，所以我们其实2个也一起去看了很多房子，然后包括我们还想说，有时候妈妈如果到台北来可以一起住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心很大，想要看到可能2房甚至3房，那住起来品质真的会很差。像我这间房，它本来格局是3房，就真的是硬隔出来，然后就大家都会住得不开心啊。那后来是真的是决定要放手，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我们都没有办法照顾好整个家，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照顾好，然后所以就决定只买自己住。那所以后来买这个房子是真的有点小。我前阵子不是刚放了短片跟大家分享我交屋的那个短影音吗？下面有很多名来留言说哇好像鸟笼哦，然后好小哦，什么比我家车库还小之类的。对啊，但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就是只能这个尺寸的房子。但我觉得有自己的房子，不管是大是小，只要满意就可以了。还是很恭喜你终于有自己的新家。对啊，感动。希望是很快就可以去你们家参访了。好啊，期待来我们家这边玩。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下次影片继续跟着丹丹出去玩，吃喝玩乐不打烊，拜拜。拜拜。